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每2年的收益率首次低于10年的收益率，这是自2022年7月以来的第一次。因对经济下滑的担忧，导致交易员押注美联储大幅放松货币政策。接下来这条，美联储面临降息压力，因华尔街遭遇抛售潮，且令人失望的就业报告加剧了对经济衰退的担忧。现在交易员认为美联储将在2024年剩余时间采取更激进的行动。他们预计9月和11月将分别降息50个基点，12月再降息25个基点。此前，交易员预计今年剩余时间将降息2次，每次25个基点。下面这条，英伟达股价因7巨头股票抹去约6200亿美元市值而下跌 6%。截至东部时间下午2点35分。7巨头迎来自7月24日以来表现最糟糕的一天。该股票集团合计占纳斯达克100指数 NDX 权重的 40% 以上。接下来这条，房利美和房地美将对商业房地产贷款机构和经纪人实施更严格的规则，以应对多万亿美元市场中的欺诈行为。贷款机构必须独立验证公寓大厦等多户房产借款人的财务信息，并且可能会面临更严格的要求，以确认房产借款人有足够的现金，并验证资金来源。接下来这条，美股大幅抛售，道琼斯跌超1000点，纳斯达克跌逾 3.5%， 标普500跌约 3%。市场担忧经济健康状况，导致波动率指数飙升，全球股市也出现抛售。日本股市遭遇史上最大单日跌幅。接下来这条，谷歌因其搜索和广告业务违反反托拉斯法而被判处重大打击。这项裁决认定谷歌滥用了其在线搜索中的主导地位。如果维持该裁决，它可能会使谷歌多年来保持其搜索广告优势的合同无效。下面这条，受生成式 AI 需求激增的推动， Palantir 提高了全年收入预期。其数据分析平台有助于公司开发生成式 AI 技术。第3季度营收预测高于预期，第2季度实现创纪录季度利润。公司股价盘后上涨逾 13%。接下来这条，英特尔股价周一暴跌 6%。此前公布的季度业绩令人失望，并宣布裁员以降低成本。分析师质疑英特尔削减成本的计划能否推动复苏，认为英特尔明年仍将面临成本挑战。下一条，谷歌因反垄断案判决损失巨大，苹果受牵连，判决可能迫使谷歌终止与苹果的收入分成协议。该协议使谷歌成为苹果设备默认搜索引擎，苹果可能失去约200亿美元收入，占其服务业务收入的 25%。下面这条，旧金山联储行长戴利表示，就业市场放缓并非警报信号，对何时降息未置可否。他重申未来会降息，但未说明具体时间和幅度。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在9月和11月各降息50个基点，12月降息25个基点。下面这条，美国商务部将出台新规，禁止在高级自动驾驶汽车中使用中国软件，以应对美中在先进汽车领域的竞争。该禁令将影响3级及以上的自动驾驶汽车，包括可自动驾驶但仍需驾驶员的汽车，以及无需驾驶员的自动出租车。该规定将使中国自动驾驶汽车制造商失去其在美国享有的宽松监管环境。最后为您播报的是，随着标普500指数和其他股票指数下跌，富国银行发布报告，指出投资者可以寻找避险的3个藏身之处：优质地区银行如 PNC 和 USB， 信托银行如富国银行和 State Street， 以及波多黎各的 Popular Inc。 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